炒回锅肉就要用这种板肥瘦或者五花肉之类的，如果是全肥或者全瘦，炒出来的回锅肉都没有那么好吃。所以今天我们就用边上这一部分，因为另一端它的瘦肉特别多，所以我们用这一边板肥瘦的。这里我们用刀给它切开，毕竟一整块也这么大，我们肯定是吃不完的，用上这样一小块就足够了。先把它放入盆中，加入温水来洗一洗，记住这里不要用热水和凉水，用温水来洗会更好。把表面的脏东西给它洗掉就可以了。相信平时有很多朋友洗肉的过程当中都会喜用热水来洗，其实那样是不行的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平时你用热水洗肉的时候，把水倒进去，肉的表面就已经泛白了。洗好以后先放在一旁备用。接下来把洗好的肉放入锅中煮一煮，煮的时候放入去腥3件套，几根小葱，几片切好的生姜片，然后一把花椒，最后再倒上一点料酒，没有料酒可以稍许放入一点白酒，然后盖上盖子开始煮，煮至7、8分熟就可以。现在我们把盖子揭开看一看，现在已经煮得差不多了。加入了去腥3件套，煮好的肉，腌制当中并没有那一股油腻的味道。平时你这样煮肉，揭开锅盖会有一股浓浓的油腻味，我们可以用筷子夹起来看一看，把它煮成这样就差不多了。当然煮好之后，我们建议再给它放在锅里面焖上8到10分钟左右哦。利用这个时间，我们可以去邻居家的土里面偷上一些青蒜苗，当然千万不要摘的太多喽，拔上个8到9根就可以。把蒜苗扔入盆中，这里我们先把表面的一层给它剥掉，再把后面这些枯黄的叶子给它掐掉就可以了。再用刀把蒜苗的根部给它削掉，然后加入水开始洗蒜苗，只需要把蒜苗表面残留的灰尘给洗一洗就可以了，因为这毕竟是农村自己种的。洗好之后捞出，把它扔入盆中，再次加入水，给它清洗一遍就可以了。洗好之后捞出，放在菜板上，然后用刀身把蒜苗的头部给拍一拍，然后用斜刀这样给它切。切好之后，蒜苗根部和蒜苗的叶子我们一定要区分开，这里最好把蒜苗叶子和蒜苗的根部给它分开放。切好之后备用。这时候肉已经好了，揭开盖子，将肉夹出来，放入盘子中，让它自然放凉。这时候千万不要切，因为太烫了。5分钟过后，肉已经不烫了。现在开始切肉，把它切成这样，不要太厚，也不要太薄。煮过之后的肉切起来比较好切。切好之后，再来看一看它的厚度，
看起来是不是特别的舒服呢？每一块肉大概都这种厚度，切的还是比较均匀。最后开锅，将锅里面烧干，然后加入一点点菜籽油，当做引油使用，不要太多。最后将肉放入锅中，看起来油烟特别的大，难道是抽油烟机堵塞了？接下来用勺子开始慢慢翻炒，记住这里火不要太大，如果太大，表面就会很容易焦，因此用中小火慢慢的这样翻炒。当然，肉煎的程度根据个人口味而定。如果你平时喜欢吃的焦黄一点，那么我们就让它在锅里面多煎上一会儿。如果年龄大的朋友或者牙口不好，吃的肉比较软，那么就可以少煎一会儿，直到肉开始慢慢的出油，噼里啪啦的声音，很多朋友都会怕被油溅到身上。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放入几片生姜，直到姜肉煎成焦黄。煎成焦黄过后，可以看见已经出了特别多的油，把肉煎成这样就可以了。但是锅里的油太多，我们可以把它盛出来，放入碗中，拿来吃面或者是炒菜都是可以的。如果不把多余的油盛出来，那么炒出来的回锅肉它会特别的油腻，并且还造成了浪费。所以用多少油，我们在锅底就给它留多少就行了。接下来放入一勺豆瓣，一勺豆豉，然后开始翻炒，直到将豆瓣和豆豉翻炒均匀就可以了。这时候把蒜白倒入锅中，然后将蒜白的香味炒出来。接下来再把蒜苗、叶子倒入锅中，继续翻炒均匀。锅里面我们已经加入了豆瓣酱和豆豉，因此我们不需要再加入别的调料了。你可以尝一尝，千万不要着急的加盐。如果这里加入食盐，那么炒出来的回锅肉可能会偏咸，因为豆瓣酱和豆豉本来盐味就比较重。你可以根据需求适量的加入一些糖或者味精之类的，翻炒均匀，可以直接出锅。这样一盘好吃不腻、下酒又下饭的蒜苗回锅肉就已经炒好了，看起来焦黄焦黄的，大块吃肉，吃起来非常的过瘾哦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咱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